我现在要放个音档给你们听，麻烦你们专心听，不要玩手机，不要分心。然后呢，我希望你们尽量把内容全部听懂。先说一下，它有点长度，所以你如果感到有点不耐烦，请你们好好品味一下这个不耐烦的感觉。好。听一下。我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相信你的生命。你可以找到差不多所有的东西。我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用心。有人说，社交媒体永远不会赚钱。今天我们成为了移动为中心的公司。10年前，我们的目标是连接11亿人，掌握给世界4大发明：造纸、印刷术、智能针和火药。你多学习，会在生活里创新，也会在企业里创新。我现在要请问你们一个问题：你的感觉怎么样？听完了，都听懂了吗？还是会像我大一的学生说，老师那个音档口语不要那么长。那是不是有些字你要想半天才想得出它原来要讲的意思？比方说发明要变发明，火药要变火药。如果只有这么1-2个就算了，可是从头到尾很多的字要还原成正确的声调，是不是有一点累？要花蛮多的脑力。那我再问你们一下，我是教英文的，那为什么要放这个音档给你们听？能想得到吗？你们希望在你们讲英文的时候，对方有这样子的感受吗？想一下，设身处地，是不是对于英语的学习，尤其是发音的学习，有一点不一样的态度？这么累，你要让对方有这种感觉吗？华人地区差不多就是中文节目、中文的电影几乎都有字幕看。那我请问一下，你们主要是用听的还是用看的？我们来看一个。你把这些东西带进来干嘛？可能是还没听完，你早就已经读完了。你们华人厉害哦，就是学中国字要学3-4年才有足够的字来用。我们学英文的拉丁字母大概1-2年差不多 ，spelling 不好就不讲了。可是呢，你们花那么多时间来学中国字怎么写，可是呢，阅读以后速度就很快。你们是2个字为单位，2个字2个字2个字这样子飞过去，我们还在慢慢的一个子音一个母音一个子音这样听起来，中文几乎可以略过这个语音处理的这个步骤，就比较快。那这样子好像就让很多华人比较喜欢用阅读来吸收资讯，而慢慢比较没有那么习惯，也没有那么喜欢用听的来吸收资讯。我现在举个例子你们现在要学钢琴，然后你就看这个谱，研究这个谱，背这个谱，分析这个谱，对这个谱很熟，非常的内行。可是呢，你弹得出来吗？你可能是满肚子的理论，可是手指头根本没有训练好。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现在假定说
你有一个外国朋友，他同意跟你练习英文绘画，你教他中文，要从基础教起，所以你要教他中文的4个声调。然后你就跟他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有个固定的声调，这个会辨别意思。声调讲错了，那个不晓得就在讲什么。所以你就拿这个图表给他，说我们就用妈这个字好了，你照着这个图表的曲线念给我听吧，中文的4声。你是外国人的话，念得出来吗？会像中文吗？我问过的人都会大笑，说不太可能吧。我说那你会怎么教呢？他说我当然念给他听啊，要他跟着念。我说对呀。那我们的那个英语教学怎么是一堆白纸黑字，几乎是没有声音？学生是要用猜的吗？会导致什么呢？如果这些音没有抓准，我们就没办法分辨你讲的是什么东西。中文是靠4声，当然子音母音也重要，可是4个声调你们就特别的重视。那英文要靠母音、子音、重音。如果音没有学得很标准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听听看，这是哪4个字 ？Rain, rain, rain, rain。我保证这是4个不同的字。这是个算有代表性的台湾人念的，他念的是这4个字 ：rain、ran 蝴蝶 a、run 到3 ，rain 蝴蝶 a 加个 ng，rain、ran、rang，听起来都一样吗？像这个样子吗 ？Rain, rain, rain, rain。其实4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学生说：“嘿，老师，其实差蛮多哦。放在一起好好训练，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得会。可是因为被忽略了，才会讲成这个样子。”好，我们再来一组字。这5个字是哪5个英文字？听听看。bat,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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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又是5个不同的字哦，是哪5个呢？你分辨得出来吗？其实 bat、bad 是有无声跟有声的差别，可是不止这样子，后面的音有声的话，之前的母音就会变长，所以呢是这样念的 ：bat、bad、bat、bad， 是不是差别就很清楚？可是因为台湾一般没有教学生说母音的长度会变，就看后面有声无声，所以一般人就是 bat bad。那下面 a 跟 a 常无法分辨，那个是下巴要收起来，不是 bat， 而是 bet。那后面有声的话，那个 a 要拉长变 bed。那最后是 bait， 应该念成 bat、bad、bet、bed、bait， 听得出差别吗？还是要这样念 bat, bed, bat, bet, bet。好，我举另外一个例子。那你刚刚那个外国的那个语言交换的朋友，他跟你出去要吃东西，你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我想吃饼。他想吃什么？你确定吗？中文没有饼这个字，根本没有。所以呢，你要问他，你要吃的是冷的吗？还是热的？才知道。那这样子的教学，那只是说是口音的问题吗？是有点外国腔的问题吗？很多人说，哎，发音不重要，听得懂就好了。
那听得懂也许懂，可是花了多少脑筋跟猜测才听懂？其实不是一个口音跟外国腔的问题，是这些用来辨别意思的成分根本被忽略了。同一个句子里面，这4个字都通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a little beat, a little bead 都通，全部都讲成 a little bit， 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一个？还有，如果你问人家说：“哎，你去哪里旅游？”他回答说 ：“You ass。”他到底是讲一个国家吗？还是在骂人？他绝对不是故意的。实际上，很多英文字母音讲错了，就是变粗话了。我不再举例子了。这样子的教学，如果我们这样子教数学、物理、历史、音乐，有这样不精准，这样可以吗？这会是什么样的教育？可是至于英语的教学，好像这是家常便饭，是常态，就是这个样子。大家觉得，反正学不好嘛，那就干脆放弃，反正考试又不考。真的有那么难学吗？我举个例子，一跟 i 这2个母音有点接近，可是是完全不同的母音。中文有吗？一中文有吗？1、2、3、1，中文有，应该没问题。可是 i 中文有吗？中文有吗？有吗？有。特殊的情况之下，那个 100%就是英文的短的 i， 所以说你不会区别，其实我不相信。好，那学语言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欲望跟需要。需要定好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可是，一般台湾人所定的目标是什么？可是考试又不需要听力好到哪里去，而且发音完全不用，所以谁会浪费时间在口说上面？啊，到时候去美国说，我都听不懂，我也讲不出口，会惊讶吗？可是呢，如果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达到，是不是会不一样？你有没有碰到很多东南亚来的一些看护，来台湾没有很久，本来可能都不会中文，可是，奇怪，中文讲得不错，能沟通，而且不止国语，很多台语买通啊也不错。他们也为什么呢？因为他离开了家里，自己的子女还交给父母了，来到台湾，他一定要成功，他必须要学中文才能执行他的工作，所以他就想办法学了。我问过他们怎么学这么好，菲律宾的、印尼，他说我就是每天这样子用听的，害我佩服不已，我自己都办不到。可是除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欲望，你需要一个好的学习法。我在教书的时候，我念一句话要学生跟着念，我发现我念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叉了，已经开始跟着念。这个代表什么呢？他们完全没有在听，他只是可能在阅读啦，或者把它背起来了。只是我自己开始讲的时候，当个信号，等一下我要表现，等一下我要表现，注意力全部放在自己的身上，根本没有用心听实际的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所以呢，我想到我们人脑有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功能，叫做回音记忆。当我们听到一个声音，不管是一句话啦，或者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我们的头脑自动的会重播一次同一个声音。所以如果我说 Please come in， 事后你马上听得到我刚讲的那句话，而且是我的声音。后来我想，如果这可以应用在语言的学习上，是不是会很有帮助？是会让学生充分的吸收那个声音，做深度的聆听。
这个方法就叫做回音法 ，the echo method。它有3个步骤。第一个，你要找到一个有文字稿的音档，然后再拿短短的一段，然后呢，句子里面所有的单字片语、一些文化典故，你就 Google 好，你就把整个这个段落把它看懂。然后呢，开始练习的时候，你就按 play 一下，听3、4个字，停，不要马上跟着念，你就听一下心里的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回音。然后呢，听完自己心里产生的回音以后，你才开口跟着念。3个步骤 ：listen, echo, repeat. Listen, echo, repeat.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吧。这是个很短的一段对话，我们听一下。What's that song they're playing? I love it. I have no idea, but it is nice. 最后那一句 "But it is nice"， 那个音调比较特别。你没有声音做一个范本的话，你可能就 "But it is nice"， 可能就这样子念。它实际上不是。我们来试试看，我来示范。然后呢，我这个手势代表说 echo， 先让它回音一下。我说 echo repeat，OK， 不要偷跑。这个时候你不要先讲。好，试试看。But it is nice. But it is nice. But it is nice. 漂亮，真碎啊，讲得很好了。那就是你听到，你是充分听到原来怎么念的，自己心里把它内化了，那就变自己了。然后呢，你讲的时候就会很像原本的那个原声带。第2个步骤就是这个做完了，你可以直接跟着念，然后最后就同步，你就看我的手势。But it is nice. But it is nice. 同步。But it is nice. But it is nice. 那你会觉得好像重复蛮多遍，确实是这样子。一定要 overlearn， 要学过头，你才能把它记起来，才会把它变成你的长期记忆，需要的时候才会自动的蹦出来。什么东西作为你的教材是最好的呢？我是建议好的、优良的电视影集，对，像宅男行不行？奇异果女孩还不错。然后呢，你这样子每天这样子练，不只是发音，还有单字、文法，一次搞定。那你有那么多时间来练吗？每天你有1、2个小时吗？一般人没有，可是你有没有10分钟？10分钟其实就够了，可是要每天练。那你今天可以带回家的有这3样。第一个，你学语言，不要只想到自己，你要想到对方的感受。那第2个呢，你设目标的时候，不要为了考试而学英文，你是为了想要很舒服的、很愉快的跟别人沟通。那最后呢，你就是要持之以恒，你不要抱佛脚，每天一点点，每天10分钟、10分钟的这样练习，保证你的英语会突飞猛进。谢谢。